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看科幻电影《逃亡丧尸岛》。无良商家在海岛上圈养丧尸，只要顾客给钱，就能肆意进行射杀丧尸游戏。可没想到，一个夜里，所有丧尸失控，开始疯狂狩猎人类。20年前，丧尸病毒肆虐，虽然最终人类战胜了它，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口直接锐减20亿。然而，丧尸在上一次和人类的大战中并没有完全灭绝。原来，威尔顿集团高层莉莉看到了里面的商机，他们将一座风景秀丽的海岛打造成了丧尸度假村，并将上一次人尸大战中仅存的丧尸俘虏放在海岛上。要知道，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死于丧尸之口。于是，莉莉审时度势，发明一种射击丧尸的游戏，只要游客给够钱，丧尸随便让你杀。如此一来，游客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达成复仇发泄的目的，威尔顿集团更能赚得盆满钵满。在女主角阿美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被丧尸杀死，父亲惨死成为阿美一直以来的心理阴影。整座城市像阿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亲眼目睹亲人朋友被丧尸杀死后，心理上都或多或少留下创伤，因此这些人会去参加心理团体辅导，通过互助会的方式给予彼此力量。在互助会上，阿美得知一些人去度假村射杀丧尸后，心理状况都有明显改善，这让阿美不禁也想尝试一下，说不定对自己也有用。她向男友阿伟说了自己的想法，对方表示不管你做什么，到哪里去，我都要陪着你。就这样，两人很快就在导游的带领下坐上快艇前往海岛。同行的还有不少年轻男女，毕竟是花了重金的，待遇就是好。刚登岛就有服务员送上香槟酒，更有汽车来接他们抵达度假村，绝不会让这些财主多走一步路。射杀丧尸游戏前，会有专业人士带他们进行热身训练，确保子弹百发百中。夜幕降临，度假村热闹非凡。莉莉为了欢迎游客，特意举办了一个派对。就在她发表演说时，金发姐鬼鬼祟祟溜进控制室，输入密码后，从电脑上下载了什么东西。她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一切都被在楼上独自喝酒的强叔看见。不过强叔也只是游客而已，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强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第二天一大早，射杀丧尸游戏正式开始。阿美、阿伟、强叔以及金发姐恰好分在一组，此外还有2个年轻小伙子大明、小明。4人坐到越野车后，会有指导员带领大家入场。车辆离开后，控制室里的系统突然发生故障，差点就把丧尸笼子门给打开了。好在被技术员小哥及时解决。他告诉莉莉，今天早上开始系统就有些不稳定，但问题不大。来到狩猎场，指导员告诉大家注意事项后，就开始给他们分配枪支。然而阿美却没有拿枪。此时控制室已经放出来一批丧尸，放眼望去，山坡上全都是丧尸。大明、小明看似是实力派，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反倒是低调的强叔和阿伟实力强劲，百发百中。轮到阿美时，虽然他心里恨透了丧尸，可当机枪瞄准丧尸时，他始终不忍心扣动扳机。射杀游戏结束后，指导员带大家到露营地点。岛上风景不错，晚上看看美丽的星空也不错。就在这个时候，控制室那边再次出现状况，电脑好像都中毒了。调查发现，安保系统昨晚被人非法入侵，眼下度假村的防御系统彻底瘫痪。黑夜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丧尸群很可能随时冲突门锁，回归自由。危险将至，狩猎场上的人们却浑然不知。莉莉让手下的科技人员抓紧想办法修复，但一切都晚了。丧尸已经闯入度假村酒店，看到人就直接咬脖子。不久，控制室也沦陷，智商爆表的科技人员在丧尸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团灭。莉莉慌乱逃进一个小房间，将门反锁。她很担心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因为一旦度假村丧尸彻底失控，系统将自行启动硫磺协议，意思就是炸掉失控的地方。露营地这边，阿美和金发姐坐在车上聊着人生，他们并不知道度假村那边早就乱套了。突然，金发姐看到黑夜中有个人影在晃动，定睛一看是个丧尸。阿美赶紧去通知帐篷里的人，强叔出来后一枪就把丧尸爆头。然而当他们打开车灯后，眼前的一切让众人惊掉下巴，他们已经被丧尸从4面8方包围。好在大家手里有枪，二话不说一阵突突，安全起见，大家跑到车顶，占据地理优势后，丧尸很快被团灭。不幸的是，大明准备爬车顶时，还是被丧尸袭击，最终一命呜呼。
这让小明十分心痛。大家不敢轻举妄动，一直在原地等到天亮，手里的子弹也所剩无几。屋漏偏逢连夜雨，越野车在这个时候偏偏坏了。此时阿伟还天真的认为丽丽那边得知消息后肯定会第一时间派人来救援。就在他刚安慰完大家，指导员便无情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自己刚接到电台消息，没有救兵会来，整个度假村已经关闭，避免丧尸病毒扩散。硫磺协议很快就要启动，到时候无人机就会往海岛上投放炸弹。如果大家不能尽快赶到码头坐船离开，就会和丧尸一起被炸死。听完指导员的话，强叔转身就要去码头，但走常规路线实在太远，不坐车根本无法及时赶到。幸运的是，指导员知道一条通往码头的捷径，他带领大家先走到通讯中继站，再通过地下入口抵达码头。顺利的话还能有一线生机。途中一个丧尸突然窜出来，虽然有惊无险，但看到是自己的同事后，指导员十分崩溃。他不明白万无一失的安保系统怎么说崩就崩。小明作为资深宅男，他表示这肯定是黑客干的好事儿，把病毒植入安保系统中了。金发姐听完他的话若有所思，寻思着该不是我做了什么错事儿吧。没等金发姐撸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再次和丧尸狭路相逢，又是一场大战。大家迅速穿过一扇铁栅栏，然而指导员很不走运，还是被丧尸咬了。他孤独弱小又无助地站在原地，结果强叔人狠话不多，直接把人家爆头了。比起任由他变成丧尸，还不如让其彻底解脱。不过大家还是被强叔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得益于铁栅栏，众人成功摆脱丧尸。不过一路走来，强叔早就开始怀疑金发姐了。他当众揭穿金发姐出事前一晚偷偷避开保安溜进控制室的事情，希望他能向大家坦白。此时的金发姐已经陷入自我怀疑中。她说当初只是下载了一些能关闭度假村的档案，原来她是丧尸人权组织成员，组织只是让我来下载一些东西，然后揭穿威尔顿集团的阴谋。说完从胸口掏出一个 U 盘。见状，小明惊呼：妹子，你肯定被利用了，你下载东西的同时，组织里其他人肯定也同时上传了病毒。知道真相的金发姐吓呆了，不过她敢对天发誓自己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可惜没人选择原谅她。说着说着，众人已经来到通讯中继站。在一栋废楼中，他们再次陷入丧尸危机。强叔与阿美、阿伟一波，金发姐和小明一波分头逃跑。小明被丧尸紧紧抓住，金发姐替他解了围，可自己的手却被咬出一个口子。他绝望地把 U 盘交给小明，让他赶紧跑。金发姐独自面对身后涌来的无数丧尸，估计是被吃了。使出洪荒之力后，小明成功和强叔等人会合。他们关上一个大铁门，将丧尸大军堵在外面。此时距离无人机投放炸弹只剩55分钟，四人成功找到地下入口，里面温度很高，没走多远，一个丧尸从天而降，小明中招。阿美不忍心看，只是拿走小明手中的 U 盘。随后强叔帮助小明彻底解脱。继续往里走，三人打开门来到一间实验室，在这里有很多难民营的帐篷。就此，威尔顿集团和莉莉的阴谋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根本没有那么多丧尸俘虏，为得到源源不断的丧尸源，莉莉打着做慈善帮助难民的旗号，人为将这些无依无靠的难民打造成丧尸。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20年的成年丧尸，就把他们赶到高温通道进行老化处理。为了赚钱，简直丧心病狂。没等三人接受这残酷现实，丧尸再次杀了过来，他们只好返回地下通道，但那里也被丧尸占据。所幸还有一个顶棚能逃生。见状，阿伟赶紧抓住铁链往上爬，丝毫没有要管阿美的意思。呵，男人关键时候还是强叔够意思，堵住门不让丧尸进来，让阿美成功逃生。可英雄救美是要付出代价的，强叔失去逃生的机会，最终被丧尸团团包围。阿美再次和阿伟相遇，场面有些尴尬。阿伟说道：丢下你很抱歉。然后他抬起胳膊，原来他还是被丧尸咬了一口。阿美下不了狠心，便将枪交给阿伟，让他自我了断。丧尸又追过来了，阿美误打误撞跑进一个房间，结果在这里遇见了莉莉。得知阴谋败露，莉莉想要杀死阿美，声响惊动丧尸，很快莉莉就遭殃领了盒饭。阿美趁机赶紧跑，此时无人机已经开始投放炸弹，海岛炮火连天。阿美奋力逃生，终于在最后一刻跳入大海，她活下来了。
故事最后，阿美成功向世人揭露威尔顿集团的阴谋。作为一部丧尸题材影片，故事创意可圈可点，除了以假乱真的视觉效果外，也有很多引人思考的地方。面对心理创伤、血腥复仇、杀戮，难道真能获得新的救赎吗？其实不然，看似找到情绪突破口，实则也失去了自我。想要真正的疗愈，唯有依靠自己，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影片中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牟利不择手段，这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也许很多时候，相比明目张胆的怪物，深不见底的人心才更可怕。今天的电影说完了，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关注点赞哦。